广西南宁对很多人都很陌生，其实啊，南宁是一座建设的相当不错的城市，有很好的轨道交通网络，也是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所在地，可以说是中国连接东盟的桥头堡，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南宁东火车站有地铁直达市区，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南宁的地铁站非常干净，地铁高效准时。现在我下了高铁，前往朗东汽车站旁的一家酒店，出了地铁就是酒店，地理位置非常好。我们看看入住的这家每晚175元含早餐的酒店，是家连锁酒店。今天在南宁住的第一晚酒店叫雅斯特酒店，它是一家连锁。我们看看这里的卫生间啊，挺干净的，我觉得。一个大大的淋浴房，洗手盆，这个镜子也很大，这里可以看到床，也可以把那个帘拉下来，因为一个人住所以无所谓。这个很大的镜子，放衣服的，有什么鞋啊？对啊，还有雨伞。我们看这有个比较大的电视，烧水壶。还有2瓶水，这瓶我刚才拿出来了，放回来吧，是赠送的啊。中国内地都会有赠送的，这里有茶，一次性的纸杯，这写字台也不错，挺长的。这是一张不是特别大的床，有点短好像啊。在这里可以看这洗手间的全貌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是挺干净的。好，这里有空调，我把它调到24度，等一下稍微凉一点，我就可以调到26、7度，27度左右，可能睡觉比较舒服。这有个小的沙发，可能如果人多，可以把它放出来当着一个单人床，可能也可以吧。再看看这个房间，这样可以说中规中矩吧。这样个房间我挺满意的。因为就在地铁口出来，所以相当的方便。我认为啊，要比德国的3星酒店配置稍微高一点点吧。在德国，像这种房间带早餐的，我估计大概要80欧元左右，甚至呢，看什么城市100欧元都有可能。看看这家酒店的早餐，有包子，这个叫芒果西米露。是什么东西？不吃。芒果西米牛奶啊，是里面有西米，芒果存下去了。有炒饭、炒粉、豆腐，还有肉。我们每天出的蔬菜啊，菜每天出的不一样。啊，每天都不一样啊。哦，非常好。这里有白粥、杂粮粥、粗粮，这应该是玉米。红薯，还有鸡蛋，鹌鹑蛋也有，还有米粉，这是米粉的汤，我估计好像有肉末在里头的，对吧？是有肉末，骨头汤估计，米粉的配料，各种配料都有，生鸡蛋，你看自取自煎，还有咖啡。有饺子、麻辣糕、小油条，还有这水果、豆浆，选择很多。可是每天出都不一样的。啊。有时候2天都换一次。啊，挺好的，非常好，可以自取餐具在下面。我来晚了，但是现在才8点多，都没什么。啊，大家还睡懒觉是吧？对，是懒觉。哦。你洗了人家上来你再吃。我先取一点点，然后吃完再取其他的。这位大姐啊，她态度非常好，心情很好。太夸张了。是吧？太夸张了。太夸张了。热情。吃过早饭，我们从朗东汽车站出发，
开的是纯电动汽车，前往广西西南部的百色市的靖西市。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城市，下期我会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我们行驶在南宁东门商务区，这个是南宁最繁华的一个区，这里 CBD 会展中心一带嘛，对吧？这样。这里昨天我经过的时候看到有什么东门什么什么区的。对啊，这东门的 CBD 是什么东西啊？商业区。从这城市外面一点看不出是广西啊。对，那么多高楼大厦。昨天进来的时候就更加感叹了。比10多年前。比10多年前变化更大了，是吧？10多年前就已经是很有气派的，但是昨天感觉就是气派之外，就更加的拥挤和成熟了。绿化非常好。对，南宁的绿化非常好。本来气候也好嘛，对吧？所以它四季如春，总是有鲜花。好高啊，这楼。这里是皇冠假日啊。皇冠假日，前面我还看到一个酒店是香格里拉，就前面那幢高楼，远远的。我是刘老啊，我不认识这个 logo， 因为在德国没有。是什么牌子？这个是广汽。广汽的电动车品牌叫浩博。这没听说，真的。对，都是新出来的。广汽还有另外一个品牌叫 AION 还是什么？爱安AION 对啊。它就是 AION 的那个第2条线。AION 是2条线嘛？等于这个更高端是吧？更高端。它那个续航有多少？续航，它是这个浩博是23年的品牌新品牌。这是万豪酒店。23年，我是23年款的，是670公里。那很多了，670公里，很厉害了。我买了半年以后，它就出新款了，24款是825公里。买早了。没办法，所以中国这个发展速度太惊人了，换代太快。左边这种是紫荆花吗？这种红的？红的好像不是，因为我不是住上海吗？还是木棉花？有可能是木棉花。有可能，肯定不是紫荆花。紫荆花那个花是长在枝上的。像这个三角梅啊，如果从空中拍，非常好看的。开的时候这种两边开满的话。用无人机拍非常漂亮。好，现在我们往南了，估计哈。我是第一次拍，因为上次其实我跟亲戚一起去了那边，但是呢，我是坐后面，我又不好意思叫他们给我坐前面，所以拍不了。他们不知道你是这个博主，但是也知道，但是他不会往这方面想啊。我出于礼貌，所以我就想算了吧，否则有点强人所难。即将进入拥堵路段，长度300米。你这个杆子就直接放在车上，不怕震动吗？我怕它会掉。那它镜头不会震动？不会，它有防抖，它在手机里面有防抖啊，有这个功能。中国城市的那个硬件建设其实是世界级的。我不知道你去过多少个国家，因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有些偏僻那些街道还是不是特别理想啊。城市建设都挺好。如果你去美国，你看到更破。对，而且一个城市发展起来，固然不容易，但是要持续更新更难，是吧？持续更新或者维护啊。对。你像上海，它原本就是大城市，它几十年、30年、40年、50年一直在更新，所以它不会那种破败的感觉，是吧？这个很重要。但是像美国，比如说纽约啊、洛杉矶这种，它也是一直几十年来，但是它的维护特别差。好像我们普通人一想到纽约，
总是想到曼哈顿的天际线，对吧？其实它只是纽约很小的一部分，然后普通的街区特别破。哦，那你拍的那几集我看了，就是你是不是拍过纽约那个vlog？对呀，是吧？对呀，好像就是在那个自由女神那里，那个就核心那一块。对。但是我也去拍过纽约其他区啊。对，那两集我看了，那个你就是说它的那个精华区很少，是吧？对。啊，就你介绍天际线什么的，我还那个去拍了地铁啊，还拍了其他的，比如说皇后区，还有什么布鲁克林等等，这些名字可能你都听见过。非常破，因为他们一般都是上世纪可能20-30年代、40-50年代的房子，后来一直没有多少建新的，就是普通居民区啊。所以看去非常的破。然后现在整个西方，我觉得他们整个人嘛，可能崇尚个人自由，然后到处很多的那个涂鸦。毒品也泛滥，现在，所以整个城市面貌非常的不干净，也觉得不安全。瘾君子啊，他如果经常吸食的话，他有多大的伤害呢？这个我说不清，因为呢我自己不接触这个。然后德国的，它也是跟美国一样的大麻合法化，然后德国的官方说法就是这个相当于引号的轻毒品。对人体说健康方面没有什么很大的伤害。但是我持有点怀疑的态度。我认为呢，西方国家是在一种创收，就税收啊。西方国家现在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税收。我认为税收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量。另外一个，反正你进也进不了，还不放开，国家还可以收税呢，对吧？就像在德国那个这个性产业合法化一样，也是因为你进不了啊，而且他要求这些失足的妇女要经常去体检的，他们也可以交社保，到时那个退休以后也可以领一些退休金，这些啊，这个作为合法化的更加规范的管理，我觉得是可以的。对。但是呢，毒品呢，因为它来的更直接，它那个刺激更快啊，更直接。因为你说性嘛，它还是要有体力，要有身体的嘛，对吧？这个毒品，你看它不要体力，不要身体，直接可以吸食，这个来钱来得更快，所以还是有点不一样。这里好像是一个半岛，一个半岛哦，被什么这个字我不认识，什么江？邕江，被邕江环绕的一个半岛。看了这个生僻字啊，那个。哎，我今天早上那个一个朋友，因为我一路走过来，反正我就尽量吃当地的食物，跟当地的人交谈和交朋友啊。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说到一个话题，就是我说广西这边的话音肯定是广西话，跟我印象当中怎么我听起来，因为我都听不懂，我听起来跟广东话很像。然后他说是的，他们有点相通的，就是都能听懂。对。但是呢，叫法不一样，那边叫粤语，那个广西这边叫白话。对，是的。哎呦，我白话一下就这个词我很敏感啊，因为我们平时讲大白话，对，是吧？这个我说白话啊，并且我说那个在中国历史上好像也有什么官话、白话这样的讲法。难道我想这里面是不是这个广西这个白话是不是跟中国的这个语言文化有点渊源？为什么叫白话？这个花漂亮啊！这个花像漂亮，那个颜色就像樱花啊。对。但它花期是不是更长？好像有两季花期吧，一年。如果是这种木棉花的话，具体真的我不知道。我怎么觉得是紫荆花？不是啊？你说？不是紫荆花。你不知道吗？广西有3门大的语言，广西这个自治区，有西南官话，就是我们桂林上面柳州一带讲的。然后呢，就是广西的东南部，
北海呀、防城港这带，他们讲白话，就是粤语区。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去的地方，再往晋西方向，他们是壮语区了。啊有3个大的语言，他们之间是不能相通的，所以我们要讲普通话。啊，就官话区、白话区和那个壮西南官话区。西南官话，对，就是跟四川、云南、贵州、跟那边湖北这边是相通的。哦，新疆那边我这次6月份我去了新疆，我觉得新疆人特别是少数民族啊讲的普通话，那个调很怪啊，有点像外国人讲的那种普通话，对，是吧？对，是跟他们那个维吾尔语的发音有关吗？我的感觉跟你不同啊，因为我在那边长大的啊，可能我的感觉就没有那么敏感，就是它肯定是不同的，对，它跟普通话肯定不同，但是呢，它有那个新疆人讲话那个有点点野味的调调，我感觉的，我觉得是一种野味啊，那种调调，但是没有你说的那个感觉。但是你不看人的脸，你光听他说话，就像欧洲人他们讲普通话讲得不错那种欧洲人讲的语调一样啊，我没感觉他们像外国人。因为你从小在那边长大，对，就我是有点亲切感的。这次我去新疆也刷新了我对新疆人的认知，感觉非常好，是吧？对。那太好了，我是很喜欢新疆啊。我还想去，可惜真的太远了。离我们广西，你看我看了那个，如果是开车，有差不多6000公里，要先开到北方啊，对吧？先开到甘肃啊、宁夏那带，然后再往西啊，然后到达喀什，差不多6000公里，很远。是的，我这次也有对你说的这个新疆支援，我因为我新疆长大，我知道新疆很大，但是呢，这次又加深理解了，怎么加深呢？因为我不是5月份来过一次从上海到云南自驾啊，上海到云南就从上海最东到最西南嘛，是吧？对，最东到最西南那个，反正横穿有6、7个省，对，然后像云南这种、贵州这种省，每一个省就已经很大了，对吧？那结果我就觉得哇。中国太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这是我第一次那么远距离的自驾。你说这次不是上一次5月份那次啊，上海到云南第一次那么远距离的自驾，就觉得有点驾的有点那个疲惫感了他觉得太远了。结果回家做复盘的时候，一看地图，把地图一缩小啊，还那么一点，一看上海到云南，对，画一条直线，才相当于1/3，才相当于那个在新疆啊，在新疆。那个从喀纳斯到喀什，新疆特别大，对，太大了啊，对。也就是说，新疆从这个点到那个点有2000多，差不多3000公里啊。太夸张了。它新疆好像有200万平方公里吗？它的土地160万。160万啊！你看，德国才35万，你想想看。有4个多个啊，德国那么大，我们还没有出南宁呢。南宁也好大啊。对。哎呀，要说绿化好，真的是中国的城市绿化特别好。到了国外没有那么好，它没有花人工去整理这个城市的绿化，那边是野蛮生长。然后呢，偶尔可能去割一次草。就这样，它没有像这种碱这种形状的。那么以前中国人讲那个国外的自然环境或者绿化好，它不是讲城市的绿化。我认为很多是讲那种所谓富人区的绿化。不是普通街道啊，不是，普通街道没有什么所谓绿化，就是让它生长而已。然后草太高了，就去割一割。像这种啊，花坛形式的没有的。你看这东盟的什么哪个国的国旗是吧？柬埔寨。对。你看一溜都是。这是新加坡吗？不是印度尼西亚。下面那个是泰国吗？老挝。你看我们都不认识他们。那个是马来西亚，下面那个。因为它有月亮有星星的。没错。
然后这个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缅甸，下面是菲律宾吗？菲律宾。哦，然后是新加坡了那个。600米后靠左沿主路行驶。再下个是泰国了，估计。然后是越南，泰国、越南，对。如果晚上经过那个南宁的郊区，你听说过给火龙果打灯吗？给它晚上也开灯，你听说过吗？整个那个火龙果基地全部打亮那个灯。哦，它是为了促进生长。哦，那没听过这个，非常壮观。哦，这真没听过。那个灯光来照它，促进生长。对。那这样的话，它相当于白天晚上它都有光一样啊，能够进行光合作用。那这个是在地面看很好看的，还是在无人机上？应该是在那个无人机上面更好看啊。网上很多图片的，只不过你没有关心过而已。估计前面就是到郊区了啊。中间这么宽的绿化带。坊间传说就是广西的这种财政大部分都来到首府了。其实以前民国的时候，广西的政府所在地是桂林的后来才搬到南宁的。是的。为了什么边防的需要还是怎么样不知道，还是要巩固边疆。青州北海百色，我们估计要往百色方向，大方向吧。好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